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你有没有发现，新加坡政府的眼光已经悄悄投向了地球的另一端？就在2026年2月1日，一个名字很长但分量极重的协定——南方共同市场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简称 MCSFTA， 正式对新加坡和巴拉圭生效了。这不仅是新加坡签署的第29项自贸协定，更是南美洲最大的贸易集团，首次跟东南亚国家联姻。很多人可能会问，南美洲离我们那么远，中间隔着一整个太平洋，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去布局？其实这背后藏着一个高达3万亿美元产值，拥有近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在2026年全球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新加坡作为小国生存之道就是不断开辟新战场。这一份协定绝不是几张纸那么简单，它是一条通往南美财富的快速通道。你可能想问，为什么新加坡要在这个时候花大力气去撬开南美的大门？新加坡与中国路线有什么不同？接着往下看，我们一起揭晓。要做生意，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成本。在这一份自贸协定签署之前，新加坡出口到南美4国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的产品，只有不到 15% 是免税的，剩下的都要交高额的关税。但随着 MCSFTA 的正式落实，这个游戏规则彻底变了。根据最新的协定条款，未来新加坡出口到这4个国家的产品中，竟然有 96% 将分阶段实现零关税。更厉害的是，就在生效的第一天，就有约1/4的产品直接免税了。这对于我们本地的制造商和出口商来说，简直不是一场降维打击。这意味着我们的产品在南美市场上的竞争力瞬间提升，成本低了，利润自然就厚了。这种关税的大放水，让新加坡企业在南美洲不仅能站稳脚跟，还能跑赢很多竞争对手。这种实打实的让利，就是新加坡布局南美的第一块敲门砖。除了卖货，新加坡企业在南美还有更高级的玩法。以前如果我们的建筑公司、科技方案商或者海事工程公司想去参与巴西或阿根廷的政府项目，往往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准入门槛，很难跟当地企业竞争。但现在 MCSFTA 给了新加坡企业一个极其重要的护身符，那就是国民待遇。这意味着新加坡公司在参与南美4国的政府投标 Government Procurement 时，将享有与当地企业公平竞争的地位，这可是巨大的机遇。大家都知道，南美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无论是智慧城市建设还是大型工程，这对于以高效和高质量著称的新加坡企业来说，简直是把主场搬到了南美。这种制度上的突破，让我们可以直接深度参与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动脉中去。这不再只是做买卖，而是全方位的战略渗透。说完了赚钱，咱们再聊聊怎么省钱，顺便稳住咱们新加坡人的菜篮子。南美洲是全球的粮仓和肉库，巴西的牛肉、巴拉圭的粮食、阿根廷的奶制品，那都是世界级的。作为一个几乎所有食物都靠进口的国家，新加坡对食品供应安全有着天然的焦虑。这份自贸协定里有一个非常温情的条款，所以萧闪，就是它会显著加快易腐食品的通关速度，这意味着未来更多物美价廉的南美肉类和农产品能以更快的速度、更新鲜的状态直接跳上新加坡人的餐桌。在2026年全球食品供应链频繁波动的背景下，通过 MCSFTA 锁定南美的优质货源，其实是政府在为新加坡人的食品安全筑起一道防波堤。我们不仅要把产品卖出去显便宜，更要把全球最好的资源以最低的价格买回来。这种双向的流动才是新加坡经济长盛不衰的秘诀。在2026年这个数码化时代，新加坡布局南美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数码贸易。这次协定里包含了大量关于跨境数据流、电子支付和无纸化贸易的条款。南美洲现在正处于数码转型的高峰期，对电子商贸和金融科技的需求简直是爆发式的增长。
新加坡作为全球金融中心，我们的金融科技 FinTech 和电商平台拥有天然的技术优势。通过这份协定，新加坡企业可以更轻松地进入南美市场，不用担心数据壁垒，支付流程也会变得异常简单。这无异于在东南亚和南美洲之间架起了一条数码丝绸之路。我们不仅是物流的枢纽，更要成为资金和数据的枢纽。这种软实力的输出，正让新加坡在全球数码经济的版图中占据了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桥头堡。当别人还在传统贸易里打转时，新加坡已经开始在南美的云端布局了。MCSFTA 的落实是新加坡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又一个里程碑。在2026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今天，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南美洲这3万亿美元的市场，就是新加坡在东南亚之外开辟的第2增长曲线。我们用29个自贸协定，把新加坡编制进了全球最严密的贸易网络中，从巴拉圭开始到乌拉圭、巴西、阿根廷，这扇南美大门的开启，将为接下来的15年甚至更久提供源源不断的经济动力。这100多家已经扎根南美的新加坡企业只是先头部队，未来会有更多本地人才和公司跨越重洋，去赚南美人的钱。这就是新加坡虽然地方小，但心怀全球。只要世界依然保持开放，只要我们依然坚持创新，新加坡的经济活力就永远不会枯竭。看完这波南美市场的深度分析，你觉得新加坡企业在拉美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你会考虑去南美寻找职业机会，或者尝试更多南美进口的食品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关注狮城的全球布局。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